位于北京的燕京八绝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了。去年我在模式口路过它好几次，都没见它开门，没想到今年开了。它的另一个身份是竣工于明正德年间的承恩寺，这是由司礼监太监温祥在当地的古刹遗址上就地重新建造的寺院，算到如今也有500多年历史了。如今承恩寺的内外仍有不少历史的遗迹。基于以上文物的价值，它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我们北京盛夏之旅的目的地之一。本次共有2个朋友同行，其中一位朋友不愿意出境，另一个愿意出境的朋友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目前我们在这边是北京承恩寺啊，也是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5年6月底去的，从模式口地铁站下车之后，走一小段就能到。这边是有午休时间的，而且周一不开放，务必要记住这些细节，避免跑空。全价票则是30元一位。承恩寺的入口是山门殿旁边的掖门，隔着这扇门，我们能看到后边有一棵很高的花树。走进去之后，他们俩告诉我，这是舒婷诗中出现过的凌霄花。其实我在泰安岱庙见过凌霄，但我根本记不住它的模样，还得是那些文物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山门殿，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歇山顶小房子，上边写着赤次承恩寺5个字。虽然是赤次建筑，但也没用黄色琉璃瓦，而是用的灰瓦。它的窗户也很有意思，其外侧是捆门的形状，内侧则是石仿木结构的窗棂，但只是刻了浮雕纹饰，却没有真的雕刻到镂空。现在我们通过掖门来到下一进院落，先进右手边的配殿来看它内部的展览。我们能在这座展厅内初步预览一下承恩寺的格局，发现这边的钟鼓楼并不是单体建筑，而是转角处起阁，这属于是少数派做法，而且建筑群的外侧居然还加盖了碉楼，这种做法就更少见了。现在我们奔向前方的廊庑，这里边所展出的是承恩寺贴王殿的明代壁画，但贴王殿本身是不开放的，所以把复制品放在这儿给大家拍照留念。这边的主要看点是帝后放飞图以及帝后放生图，除此之外还有4条颜色不同的龙，属于是壁画中的次要看点。它的旁边是一个文创殿，这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将目光转向大雄宝殿，此殿面阔5间，屋顶为硬山顶，大殿月台的2边有很多残破的龟夫座以及碎石。殿前有2块碑，其中一块是道光年间的重修碑，另一块是未知年代的功德碑，字儿太小根本看不见。看完这些，我们准备进殿参观了。正殿中间摆的是木质屏风和宝座，可见承恩寺已经不再是寺，只剩下承恩的痕迹了。此时抬头看梁架，你会发现它的5架梁、3架梁和平梁上都有残存的彩绘。殿内的展馆就是被称为燕京八绝的多种工艺品，具体则是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精绣、工毯这8种工艺品。这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从清宫内务府流出的手艺，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先从金漆镶嵌开始，这是在漆器工艺的基础上给器具雕花上金，最终的成品要比普通的漆器华丽得多。看这套金漆镶嵌福寿挂屏，这福寿2字里边是用玉石做成的18罗汉，这是按照乾隆帝为生母重庆皇太后祝寿时所用的福寿挂屏复制出来的。下一件非常雍容华贵，它就是金漆镶嵌8吉祥银锭套盒。8吉祥就是佛家8宝，即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工匠用各种珍贵材料将这些图案雕了出来，并镶嵌在了红里带金的套盒之上。这盒子的整体轮廓是银锭形的，所以叫银锭套盒。花丝镶嵌则是用金银拉丝再加上彩色的珍贵物料共同编织出的工艺品。殿内的工艺品盛世繁花就是以月季花为原型做出的花丝镶嵌手包，左边的丝绢则用了精绣工艺，中间位置的银鎏金玉堂春寿插盘则是融合了花丝镶嵌和雕漆工艺。这个插盘的背景明显是用雕漆工艺做的，但前边的花鸟树枝则用了花丝镶嵌工艺，两者配合到一起，观感厚重中不失精美。景泰蓝工艺是将珐琅釉料与铜胎相结合所烧制出的华丽工艺品。看这件景泰蓝3阳开泰，
外侧就满是各种植物纹。既然是三羊开泰，那么另外2只羊在哪儿呢？两边靠下蹲着的小羊就是。附近还有一件仿清宫铜镀金嵌珐琅围屏钟，它后面那个半圆形的区域就是围屏。钟表本体则是方亭式钟，它和后边的围屏其实都是建筑的造型，这就是钟表建筑化的具象化体现。这和故宫钟表馆某些藏品的造型也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们来看牙雕，这是用象牙雕出的精致工艺品，材料和工艺都很昂贵，所以别跟老百姓说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因为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这个，谁能消费得起跟谁说去。这边最抢眼的工艺品就是牙雕9子细弥勒，上边是9个神态各异的小娃和大肚弥勒佛一起玩。弥勒佛就是未来佛，未来拜。再往后是玉雕作品，这工艺就不必解释了，因为玉器我们见得多了。看这件玉雕血沁吉勋，它的左耳和盖子上有少许的血沁，玉器本身则是青灰色，造型则是仿照骨器做成的，总体形制非常古朴。它旁边的玉琮就更古朴了，和古代的玉琮比起来根本就没多大区别。下一组是雕漆作品，这是先在木胎上厚涂几百层漆，再雕刻出各种花样来。当初澳门回归时，北京给澳门送的回归贺礼就是雕漆工艺品。现场作品有一件雕漆海水龙纹笔筒，海水龙纹寓意帝王严明廉政，人间风调雨顺，是一种吉祥的意象。此外，现场还有一件古物，那就是明代的雕漆龙盘，这上边用的是高等级的正龙，但不一定是皇帝自用的，因为明代藩王特喜欢僭越，皇帝对自家人也是很宽纵，一般也不怎么管。然后我们来看经绣，原先这是给宫廷帝王和贵族的特供衣服，所以也叫宫绣。我们重点看这件龙袍，它这个配色很鲜艳，花纹也非常细腻，据说上面还用了真正的金线。它的衣领是敞字形的，侧面则有一排蜈蚣扣，这是清代服装的典型特征，正经汉服里可没有这些元素。再往后是宫毯，宫廷里做的这些毯子花纹要更加复杂精美一些。馆内展出的宫毯名叫花坛，这是在传统的工艺中又融合了西方油画的特征。最后还展出了一些珍贵的木雕作品，且并不在燕京8绝之列，但8绝中出现第9种工艺，那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看这件小叶紫檀木雕18罗汉，其原材料是珍贵的小叶紫檀木，造型则是隐匿于山林之间的18罗汉，每个罗汉的姿势和神态是各不相同的，总体的造型也是既精美又生动。现在我们走出大雄宝殿，来到另一侧的廊庑，这边除了有一个文创店之外，其余则是对燕京8绝工艺品的散装展出。我们挑几件重要的来说一说。这边有一件金丝楠阴沉木驼铃古道摆件，属于是前边提过的木雕，它是对模式口大街过往的历史做了一个可视化的复测。在明清时期，模式口是通往京城的交通要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古老商路，所以常会有驼队出现，其中就包括骆驼祥子的骆驼。另一件华贵的木雕是富贵牡丹如意摆件，这件整体用的是如意造型，并在此基础上雕琢细节，展示的则是牡丹盛开的境况。此外还有景泰蓝福禄瓶，葫芦造型谐音福禄，上边的蝙蝠形状则一般被称为符文。它附近有一件铜胎掐丝珐琅钟，早先圆明园有一件同款的，但在英法联军入侵时，那个原件被毁坏了。如今这件则是那一件的仿制品。花丝镶嵌的工艺品也有，是一件5福捧寿盘，盘子的正中央是一个寿字儿，它的外围是5个蝙蝠，福通福，把它们用寿字包围起来，就是5福捧寿了。最后还有一件宫毯，又再次使用了牡丹的造型，这种花开富贵的造型确实是很受人们的欢迎，所以在工艺品中自然也是反复出现。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这一侧的廊庑，现在我们穿过古树旁边的小门，走进最后一进院落，然后直奔展厅。这里边展出的是当代人对这些工艺的继承，其实前边也是以新物件为主，但还夹杂了几件文物。看这件剔红提梁石盒，剔红就是刚才说过的雕漆，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我在博物馆里见过同款文物，不过眼前这件明显颜色来得更鲜艳一些。
后边的盛世八宝如意赏盘里，能在最靠里的那一圈看到4个如意形头。它这些偏红的区域用的是金漆镶嵌工艺，而金色镂空的那个区域用的则是花丝镶嵌工艺。最外侧的大木头背屏用的则是酸枝木。至于后边的锦绣芳华，虽然用的工艺是精绣，但这个观感和静物油画已经别无二致了。后边的龙腾盛世是用花丝镶嵌工艺制作的，能看到左中右各有一条龙，器物腹部那一块红色的则是用雕漆工艺做出来的。翡翠一带一路上边描绘的也是驼铃古道，这件工艺品的工艺明显与明清的玉山子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展厅 C 位的宝座，它背面和侧面的那些鲜红的地方则明显用了雕漆工艺。现在我们奔向配殿，也就是最后一个展厅，这边有一件特别精美的展品，它就是金漆镶嵌九龙璧。它和现实中的九龙璧一样，上边也有9条色彩绚丽、形态各异的龙。往后是一件深蓝色龙袍，上边用精绣绣出了金龙。它的外观上同样有厂子金和蜈蚣扣这些元素。最后是用金漆镶嵌工艺做出的嵌玉平安如意挂屏，这上边用的不是红漆，而是黄漆。上边的装饰品则是用玉做成镶上去的。这上边除了如意之外，还有果盘中常见的佛手，但我从来没见谁吃过它。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燕京八绝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品基本上已经看个8、9不离10了，但关于承恩寺的细节，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全。前面提到的碉楼其实是可以看实物的。另外，承恩寺前边还有一对上马石，结果我们3个谁都没拍到，就留待将来再说了。其实说到底，里边那些精美的工艺品才是最重要的看点。要么说大清王的好啊，它好就好在只有它倒台了，内务府的工匠才能走出宫廷，把那些精美的工艺品带进更多人的视野里。其实前朝的那些精美文物也和他们差不离，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普通大众才能看到这些古老王朝的昔日晋栾。把这些东西拼凑到一起，便是一段完整的中华统治史。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